最近，美国兰德智库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的军事能力以及如何应对危险世界》的报告。其报告中主要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在报告中，兰德智库指出，目前中国有3方面是超越美国，美国难以反超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舰船制造业。到2030年为止，中国的海军实力将会和美国持平，拥有450艘主力舰以及110艘潜艇。即便美国尝试建造更多战舰进行赶超，也不过是把这个时间推迟到2049年。绝大多数人对美国海军的印象还停留在二战时期，那时候航母是真的一下水几十艘甚至100艘。但现在时代变了，且不说现代战舰科技含金量要高于二战战舰，相对工时也被大幅拉长，单说美国造船业目前就面临着大规模的衰败。美国的发展黄金时期始于经济危机时代，当时的美国出于刺激就业的考虑，制造了大量生产建设类岗位。后来到了二战和冷战期间，出于对抗外国势力的考虑，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缩减这些岗位。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那个全美大生产年代最后的遗产。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了外敌刺激，再加上金融业和新型互联网行业更加赚钱，美国便开始大量关停工厂，把剩下的资本都投入到华尔街之中，直接导致军事建造工业的萎缩。当然了，制造业肯定也不会认输。从某种角度上讲，美国现在国内的核心分歧看上去是两党分歧，但实际上是以美国民主党背后的军工复合体为首的冷战遗老，以及共和党背后的新兴互联网金融资本家之间的分歧。但是在这个胜负决出来之前，美国造船业的复兴可没那么容易啊！而且如果最后胜利者是金融资本家，那造船业复兴就更不可能了。中国不同，中国坐上了东亚造船业崛起的顺风车，趁着美国国内处理造船业的时候，在国家支持下吃了大量海内外订单和军事订单，大力扩张造船工业。现在中国沿海造船的盛况堪比美国二战结束后造船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目前中美同时开工一艘10万吨级别的大型船只，中国只需1年，美国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而且价格还是中国的好几倍。然后中国的第二个优势是中程弹道导弹当然根据美国自己的说法，说美国在该领域上落后，单纯是因为中导条约限制无法开发中程导弹，而中国不在条约之内，所以才能闷声发大财，实现弯道超车。不过在本虎看来这都是胡扯美国撕毁了中导条约之后，直接拿出来一大堆新型号的中导。你说他自己没偷偷研究，简直就是在侮辱全世界人类的智商。只不过根据目前美国给出的开源资料，这些中程导弹的数量太少。关于这个原因，和上一条也是有一定类似，那就是中导太贵。虽然这类武器威力巨大，但你看看过去20年里，美国的对手都是什么臭鱼烂虾伊拉克、叙利亚、ISIS、塔利班，用中导炸这些玩意儿，你不嫌贵，我还嫌贵呢。虽然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短，飞行速度慢，但是首先这玩意儿相对于中导那是真的便宜。第二，美国的对手也没有防空武器用着特别顺手。至于中程弹道导弹，美国属于是研究了、开发了，有一定存量，但没有开足马力生产。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加大生产力度呢？答案是没钱军工复合体和金融资本家忙着打经济战，需要大量能快速卖出、迅速回本的武器。国家采购中导数量总归是有限的，不可能买完立刻就用，大概率是放在武器库里存着，复购率极差，所以军工复合体对生产这种造价高昂、难以复购的武器，自然也是兴趣缺。最后第3条，防空反导网络。兰德智库认为，中国防空体系已经构成了一个集远、中、近程、高、中、低空完整的防空网络，拥有全世界最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关于这一点，中国能发展的那么好，还是和美国有一定关系的。毕竟当初美国的空军和导弹太狠了，不仅有 F-22，还扬言要研发6代机。导弹方面呢，美国更是全球最早提出高超音速武器概念的国家，这就让我国一直在防空反导方面有着巨大的危机感。毕竟谁也想不到，40年后，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连个影子都没有至于飞机，那只剩下 F-35撑场子了。而美国人在这一领域上疏于研究的原因很简单，全世界没一个国家能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中程弹道导弹方面，俄罗斯的发展也一直不如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自然不会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投入太大精力。结果就是现在中国歼20有了，高超音速武器有了，轰20即将出现，6代机研发也在稳步推进，而美国的防空体系多年没有进步。
早在艾森豪威尔创立军工复合体的时候，就提醒过自己的继任者，小心他对美国的反噬。但现在看来，他的提醒早就被自己的后人给扔进垃圾桶了，不然美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倒霉样子。